你果然认识我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哼，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从不信天命，是我钱，他已经走了。还是要等你，就是解释了。你这是……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。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。若不能破他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雪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只用了区区100年，可这100年却是凡人一生。不知红蝶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。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此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已经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，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域冰清诀，以无情为道心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行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龙镜，开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。此人绝不能留。主子，那个女人修为比你高，你怎么还明目张胆的飞着跑啊？她要追上来了！你跑不掉。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啊！不跑了。这是……
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感悟的异常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掌便让我灵力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，哎呀，上头是裂缝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方为上策。果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始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夜穿窗飞出光芒，切望寸之现罗场。大叛旧却一荒凉。钟声响，问红尘浊酒一壶断肠。涅槃重生落纸上，我已血肉破苍狼。天浩荡，我生来平庸又何妨？冷眼刀法几时狂？悬崖深处风雷荡。非思量，生与死梦一场。剑出鞘闻仙刚，人世间多无常。造化乾坤，此地欺瞒真相。蓝似海吞八方，须臾间尽沧桑。我逆光去飞翔，续写三界万物新的篇章。花瓣修仙尽在一念之间，蝼蚁身退全忘，海中沙月天荒。少年兴风雨闯，我逆准仙与天和谐一场。杀了他！此处就是雪域国新的国址。雪域修士以满地冰雪施展神通，10年大雪，原来如此。冰雪之塔，
血域化神强者，九子绝杀阵，起！击杀红蝶，似乎也太过简单了。晚辈白云宗弟子，奉师尊之命来取土，前辈莫怪。这个冰雪之战涵盖整个四派联盟，此战没有结束。使者大人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100年前，红蝶降生之日，雪域迎来了万年不遇的天地异象，惊现五行之灵。五行之灵在红蝶周身自行凝聚，从此守护红蝶一生。随着红蝶长大，武灵的实力同样突飞猛进。有此奇才，是雪域的福分。老身收红蝶为徒后，为了探查这武灵的来历，不算多次，却发现红蝶此生有一死结。清河，此次出征，你带上红蝶的五行之灵，率大军前往四派联盟。世子，前日老身红霞龙体，终于算出红蝶死结就在此次大战中。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劫，红蝶劫数便消，今后道之一途，有为平坦。世子，红蝶师妹不过跟了您100年，弟子可是您的首徒啊！师尊，您怎么了？这一卦耗尽了老身的寿元，可我们别无选择。清河，别怪为师。雪域被困在这贫瘠之地太久太久，你是雪域的大师姐，保住红蝶，就是保住我们雪域的将来。世尊，世尊，世尊！弟子领命。
国曾答应为我出手一次，那么现在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没死，此龙在下可无权杀死啊！鹰变强者，不过取出血脉，让他不再惹事，倒是可以做到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再守护此方天地。苍龙，说好的他！护国苍龙陨落，四派灭亡，大局已定。武林，起！少了一个。幸亏天孽珠已将土灵吸收，否则我断无活路。周无太脱离战场，这是得到玉鼎的最后机会。这一景，没想到在这里相见，王兄。这玉鼎虽是至宝，我却担当不起。整个四派都担当不起。王兄想要便拿去，留不留得住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师符已立，上势可谕。玉鼎到手，必须尽快脱身。四派
修为虽是化神，但肉身未必强大，一股神之血加持，或许能有机会。这元婴后期头内倒是颇有意思。不！今日我即便侥幸逃脱，日后若是暴露，更难逃一死。唯有凭借天劫速战。天劫！一个元婴小儿，怎会引来天劫？在下朱雀国欧志，道友可愿再次引来天劫？在下必有重谢。真是天劫！道友可愿现身一叙？只击杀一名化神，便消耗了全身法宝，上国之事绝不可参与。护国苍龙陨落，四派联盟大败，就此灭国。随后1年中，四派修士几乎全数死于血雨围剿之下，幸存者只得隐姓埋名，在新生的血域国之内苟活下来。天拟珠吸收土灵，致土属性大圆满。这天拟空间竟有了一丝灵力，五行发光体也浮现了生机之意。天拟珠定然有我尚未发现的妙用，恐怕只能等到五行大圆满，天拟珠真正认主之时，其神通之术才会显现吧。自我领悟生死意境，天拟珠的时间逆变就已失效，内外时间已无异。现我藏身时间已达极限，还需4年，我便可踏入化神。此处凡人众多，本该生气迸发，为何死意弥漫？1年间，我踏过了血域国许多城池，这里没有皇族存在，每一个城池都归属于某个强大的修士所有。在这里，凡人就是奴隶，他们唯一的生存价值，就是为血域修士服务，制作冰雕来换取生活所需。凡人毫无生机活力，此地死意也尤为慎重。我虽不习此地，但却是我体会生死意境中死意的好地方。血域国制作的冰雕的确颇为神奇，
凡人所雕刻的冰雕，会有专门的修士为其刻下阵法，并以一种秘法激活，使得这冰雕变成如同傀儡般的存在。血域修士的功法精髓，我钻研许久，但仍不得要领。我猜测，这冰雕就是血域国的根本。若能习得此法，再将其与木雕融合，定对我大有裨益。哎，趁着我血域防守空虚，逃往境外的4派余孽最近越加活跃。就算大长老们不在，这群丧家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先把内围的消灭干净，腾出手来再收拾他们，不急。师兄，朱雀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哎呀，7位大长老随红蝶去朱雀国已有数年了，怎么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逆天法术，哪有这么容易呀？我们现在虽有了星魔旨，可成为5级修真国，必须得有一个应变期修士。这没办法。哎呀，这术法也太过霸道了，每人只有1次机会不说，哪怕是成功到了应变期，也就只剩下100年寿命。而其修为也将停留在应变初期，永远无法突破。希望大长老们当中有人能够以应变修为归来吧，这样我们才有100年时间将血族重新复兴起来。看样子，这血域新国以城主分支，那这城主修为必然是有强有弱。11层，你是何人？揭你身份一用。大胆！我可是城主！师傅，根据此人记忆，这女修之徒经常对他贴身侍奉。师尊，没想到在雪域国，弟子侍奉之事竟如此稀松平常。可有新的兵胚送来？师傅，刚刚送来2个血仙兵胚，拿出来，让为师看看你2人的手法可有精进。是。按照此人记忆，这9条血经脉才算完成冰雕傀儡制作的第1步。下一步，便是以血域功法冰清诀将其激活。师尊，你几天没给弟子解答问题了，弟子修为又出现了变故，今夜还请师尊指导。说吧，什么变故？师尊，在这里说啊。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方才弟子以为……继续。
冰为苦，以血凝魄。弟子又失败了。根据此人记忆，冰清诀讲究的是炼心，此诀以冰易骨，以血凝心，成就冰血之魂，从而达到心如冰清的境界。此诀果真是玄机不定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大师兄回来了。弟子参见师父，幸不辱命，找到了那4派余孽的藏身之处。要不，我们还是照例报给冰雪神殿，让他们来派人带路。师父，就是这里。禁制中有2道神识波动，一道不过是结丹期，另一道却时而结丹，时而元婴，甚至还有几分化神波动。显然对方已处于神识崩溃、丧功的边缘。你在此候着。师父以往从不会亲自冒险。放我师父一条生路，杀我吧！我是黑魂派少主，你召我回去，定可立功。求你放过我师父！你为什么要以自己换你师父的命？师父他老人家，若非是被我连累，定然早就可以离开了。都是为了救我。焕儿，起来吧，此人不是血域修士。师父你醒了！晚辈参见黑魂派前辈。此人死气甚浓，已到弥留之际，无力回天了。逍遥，老夫受伤之身，不便相迎，还望见谅。前辈藏身之处，已然被血域修士发觉，快离开吧。我在4派境内居住了30余年，灭国之战，晚辈无力相帮。此番前来，算是略尽绵薄之力了。前辈受伤太重，这瓶丹药可以暂缓散功之痛，使前辈可以远离此地。天下之大，或许另有机缘恢复修为。逍遥，但你可知道，老夫若是想走，当年便可一走了之。即便是现在，老夫拼了命加快散功，也定然可以离开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生在这里，死也要在这里。逍遥，此宝送你，了却赠药因果。多谢前辈。焕儿，该走了。师父，去哪儿？今日苏醒，不过回光返照。走吧，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。师父没法再护你了。师父，
不要！师为红帝的身不由己，血玉国凡人的畏惧，这位前辈的开然大义。师父！原来死之一事，与众相也有不同。春去秋来，又是3年冰雪降。对冰雕傀儡的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。冰雕傀儡内主要是靠血经脉维持，其49条血经脉才达到一个结丹中期的修士修为。冰雕内的血经脉越多，控制越难。一旦它们相互碰撞，整个冰雕便会崩溃。这冰清诀不能称为道之正途，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之法，与当年6玉之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略微模仿，改血经脉为血经脉，以鲜血配合生死之境，从而达到操控的目的。4年之期已到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之战，我见过太多的死亡，我对死的感悟依然深刻。哎，主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落叶归根，可我的家在何处？还有1年化身，我身在赵国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身。
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期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丹后期。若想顺利化神，必须将二者分离。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倒出机器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波及！被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恭喜，完成了古神第二次蜕变。但我不能在此久留，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，注定孤独；先天之道，亦九死一生。生死一境，看看。天哪，哥！师傅，我刚刚弟子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在我族化神，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父亲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。百利而无一害，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入基，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结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
于是鹰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这就是以彼之道，幻师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身成功了。莫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我不是这样。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这体内经脉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还真以为掉了几根木头，你就是我寿无疆的仙妻了？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。好自为之。多谢前辈。当年储物袋中的剑鞘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区区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
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